上面有少铁匠刀具，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么一个大招牌。山东老字号。市场有啥苦吗？大铁腰姜磨豆腐，对，大铁最苦了。中央电视台致富经栏目专题报道产品。这是刀好用吗？好用。好用是吧？怎么个好用法？刀这个快什么的。快是吧？这个刀就是咱老百姓都在用这个刀是吧？都是一般都用这个。一般都在用这个刀哈。那方厚那个口儿短。那个口也是很快，但是就很长时间内它就不快了。咱高密刀你看开很薄很薄，很薄，直是很薄啊。你后指你手刀快，后手搞薄指，给你手刀快。你看这位大爷一卖18刀，你不是批发吧？不是搞批发吧？不是搞批发，就是自己用。那这样天天连就是买回去送是吧？我们看这个中央台7台的新闻啊，是18年前的这个一个新闻。上面刚才是书记，杜书记啊。好，我们现在遇到了老书记。你看，现在就是老书记就站在我的面前。哎，书记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今天这么巧啊！现在这个高密菜刀到底好在哪里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？高密菜刀的应该是就是那个原材料。原材料。原材料，它这叫螺钢。3螺13螺，比较好。再说它的工艺比较精，用了绷，圆了卷。所以说它这个煎破是火候很关键。火候很关键。对。那么这种工艺现在高密还有没有？就是短打这种工艺？短打还有。还有。就在你们十里铺这个地方有吗？有哈。好，谢谢了，老书记。我们现在见到了邵刚师傅了，你是这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吗？您做这个刀已经做多少年了？说起来也200多年了。200多年了，有老字号了。从小开始就干。干到现在。这就是他的加工厂，那是他们的手工作坊。在高密这个刀的有什么特色？这个刀的特点就是那个锋利一磨，这就是耐用。加个刀就是这个样，把钢夹里边，两边是铁，中间夹着倒轨钢。搁红炉烧，烧到熔点，吹，把它收上块。我们看，现在经过邵师傅这一段操作以后就把这个铁和这个钢揉在了一起。这是做刀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艺，就是铁和钢要完整的揉在一起。如果这道工序做不好的话，那么这个胚呢就作废了。这个铁包钢，就是铁和钢现在已经揉在一起了。确实不容易啊！一把刀千锤百炼。好，现在开始了。这个锤有7斤多，而且是，哇，这一把刀要拎多少线？1200锤。做刀确实不容易，这种锻打不容易。一呢是费体力，确实费体力；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单一重复；还有一个最关键是这个声音，敲打声音对耳朵的损伤很厉害。我刚才敲了一会儿，这个耳朵就有点受不了了。很多老人到了70、80岁了，耳朵就基本上就聋了。这个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老手艺，这个东西这么值钱，是吧？这也是我们老一代人几千年留下来的这个文化，这种传统，确实不容易，给他们点个赞。我干吧能达到97%成片率。成片率。你这个学徒的，你达到5%、10%，你就别干。是为什么现在活没乐意干的？难的这个事儿。是出品率太低了。不是说是靠敲打就能做出来的。不那么简单。
哎呀，我没想到，真是纯手工的，连打个把手都要用一锤就在这打出来。它这边还有很多的荣誉证书。今年是多大岁数了？61。61。从18开始干到61，干40多年了。家里都是干这个的。那你下一代有没有干的？都不乐意干了。就你的儿子闺女。干的活我都干，都不乐意干。都乐意干。叫谁干谁不干。不是钱多少事，人一看的活就够了。年轻人都不喜欢干这种体力活了，已经是。这就是差这个活儿，为什么我还坚持干呢？我再不干就没干的了。都不干了。就是你坚守这份信念。我觉着你说差了都10郎辈子，差的都我这一代死了差怪可惜的。那你有没有教徒弟？教了都不乐意干。教了也不乐意干。就不乐意干。再过上是20年、30年，有的老手艺都见不到了。是。真的是。2年还可就是全这个活了，这行业。也是一声叹息啊。这一道叫什么？枪菜刀，说的就这个东西。摸剪子来，枪菜刀。邵师傅至今还是在用纯手工来打造枪菜刀。那你这一把刀最后成品以后多少钱？我卖的不贵，一般卖200多块钱一个。200多块钱一把。30倍，你们看着，就是有爱好这个打刀的、夹根刀的，各来卖，都上这儿卖。你上市场一听这个价格，老百姓一听扭头的都。那说明你这个还是名气挺大。他从那个济南商报上从报纸看，我还干这个刀，这各来卖的。现在拿这个事上。那你一个月能卖多少？也卖不多，80个刀就是一个月。就100吧，等于上平均100，就150加100。我想你一个月光看这个收入，看毛收入算起来哈，1万多，将近2万块钱。但是除了人工费，除了材料费，电钱、煤钱烧煤、电钱，实际就是赚一个辛苦钱。刀，所以说每一把刀，包括从开始到最后，全部包括磨刀也是手工。你看这钢，你看着了，看见了吧？钢。那就是钢，中间这一层是钢了，出来了。看。外面就是铁包着。我们嘛，基本上保持个比方就是7成偏6的。好，谢谢了，邵师傅。今天很高兴能亲眼看到你做刀的工艺。谢谢，我和邵师傅再见了。谢谢啊，今天辛苦。好，行，好，慢走啊。